俄罗斯外交部指责美国扣押俄罗斯资产，美国正在直接参与俄乌冲突，但是俄罗斯能有什么反制手段呢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评估，我是易评估。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两个大国准备决裂，谋求直接参与武装冲突，美国做得越来越嚣张。最近，俄罗斯外交部北美市市长亚历山大·达尔齐耶夫对外表示，如果美国采取任何可能没收俄罗斯资产的行动，双边关系将彻底决裂。自俄乌冲突以来，西方国家已经冻结了俄罗斯央行和领事馆等国家资产，以及俄罗斯富豪等个人资产高达3000亿美元。这些制裁让俄罗斯苦不堪言。然而，俄罗斯一直在以最大的忍耐度寻求与西方保持联系。俄罗斯除了没收国内对应的西方企业资产外，并没有做出特别国际的行动，这是因为俄罗斯手中没有大牌。如今美国做得越来越过分，不仅放出消息称美国可能会向乌克兰提供 F-15战机，还拉拢欧洲多国向乌克兰提供不同的现役战机。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已经在年度安全论坛上表示，会向乌克兰提供 A-4攻击机。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更表示，现在乌克兰军队正在为即将到来的 F-16战机做准备。从轻型健康导弹到 M777 和海马斯火箭炮，再到入境的轻型战斗机，以及后面可能还有的重型战斗机，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越来越先进，越来越具有攻击性。反观俄罗斯一方，对于美国的做法，最多的也就是派出战机轰炸这些刚刚到货的武器，比如曾经击落过乌克兰运输这些远走武器的飞机，针对 M777 榴弹炮和海马斯火箭炮进行过精准打击。俄军战斗机和轰炸机专门轰炸过一些刚刚到货的先进武器。然而这些做法只是治标并不治本，西方援助的武器还源源不断地运往乌克兰。此次俄罗斯放出消息，就是要向美国人表明，俄罗斯是有底线的。俄罗斯外交部不仅要求美国归还资产，而且还指责美国想直接参与战争。这是否意味着意志十分克制的俄罗斯是不是会大发雷霆，把矛头直接指向美国，进而祭出釜底抽薪的玩法呢？这几乎是一定的。最近几天美国方面对外放出消息，已经发现了俄罗斯飞行器在阿拉斯加附近的踪迹，这是俄罗斯非常明显的一个反击信号。美国疯狂援助乌克兰，俄罗斯就可以威胁美国本土。其实美国人非常明白，俄罗斯有很多导弹可以打到美国去，对美国本土进行轰炸，但是美国笃定俄罗斯不敢，因为普京忍耐力极强，这个不难理解。在过去，不管美国怎么仇视北约无限制的东扩，俄罗斯都一直忍耐，并没有在周边发起战争。乌克兰只是一个例外，因为已经真的欺负到人家大门口，不打不行了。事实上，美国完全掌握着主动权，正在不断地测试着俄罗斯的底线，随时可以为紧张的局势喊停。俄罗斯的一般导弹，美国都可以防御，而像战略核武器这样的大杀器，俄罗斯也不想从一开始就直接亮出底牌，这样俄罗斯似乎陷入到两难的境地。就像这次俄罗斯声称要与美国决裂一样，美国大抵是不会在乎的，因为在美国看来，俄罗斯只是发泄一下漏气，而没有实际行动，类似于黔驴技穷。强盗恶徒当然是不会自动放下手中之刀的。好，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